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9月了，9月、8月过去了，9月来了，夏天过去了，秋天来了。这个夏天你们过得怎么样呢？过得开心吗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吗？这个8月，这个夏天，我哪里都没去，非常专心的在家里工作学习。那现在呢，我在厨房。9月，我有了一个新习惯，新的习惯就是想要吃的更健康一点。现在我们来做一杯蔬果汁吧。蔬是蔬菜的意思，果是水果，蔬果汁，蔬菜加上水果的饮料。这些就是我做蔬果汁的材料食材。这个是苦瓜，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苦瓜？它为什么叫苦瓜？因为它真的很苦。这里有半根苦瓜，苦瓜属于蔬菜。这里有半个苹果，还有几颗葡萄，几颗青葡萄。葡萄和苹果属于水果，都是一半一半的，因为这是昨天用剩的。剩下了一半苦瓜，剩下一半苹果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机器，比较难说，大家跟我一起来说它的名字。榨汁机，榨汁机，我就是用这个榨汁机来做果汁的。你们家也有这个机器吗？打开盖子，打开盖子，盖子，打开盖子，把切好的水果还有苦瓜倒进去。今天好像准备的有点多了，接下来加一些冰块吧。我喜欢喝冰冰的饮料，冰冰的果汁，因为虽然现在是秋天，但还是太热了。这个呢是橄榄油，加一点橄榄油，加水，这里可以做很多种饮料，不仅可以做豆浆、粥、汤，也可以做奶昔，还有蔬果汁。这里写了果蔬汁。好的，功能，按到这里，蔬果汁，然后呢，启动，开始。只要3分钟就可以了，蔬果汁就做好了。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健康、很治愈呀？虽然加了半根苦瓜，但是就微苦，一点点苦，因为我加了很多的苹果还有葡萄，所以呢有一点苦，但是可以接受，然后很清爽，哇，超级健康的饮料。在9月呢，我想培养一些新的好习惯，那我还买了这个小本子，来记录我的习惯，每天的习惯。比方说，我有每天运动的习惯，我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每天运动的习惯，时间长短没有关系，就是动起来就好了。
然后每天看30分钟的书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书的人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建立这个新习惯。还有1周3到4次的蔬果汁。那我在 YouTube 上也发了帖子，问大家的目标还有计划。我很开心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要坚持学习中文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在 FluentU 上可以用我的视频来学习了。FluentU 是一款语言学习软件，它让我们通过真实视频来学习语言，在真实语境当中掌握实用的词汇和表达。我们可以用它来学习 YouTube 和 Netflix 上的视频，可以学习包括中文在内的10种语言。最近 FluentU 推出了一个超实用的新功能，我们可以导入自己喜欢的 YouTube 视频，任何15分钟以内的视频都可以。除此以外呢， FluentU 还新建了一个词汇查找专区，只要输入我们想学习的词语，就能看到所有跟这个词相关的搭配和例句，非常适合词汇的深度学习。我们还可以用一种高效的方法，在 FluentU 上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单词本，只需要复制粘贴，几秒钟就能建立并丰富我们的单词本，既快速又省时间。现在用我的链接可以获得14天的免费试用。如果大家用过觉得好，用我的专属链接还可以获得特别的折扣哦，快点去看看吧。Nice。今天是9月3号，也是一个非常特别、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就是中国正在举行阅兵仪式。以前呢，其实我不太懂这个阅兵的意义，但是现在长大以后，就越来越喜欢看阅兵了。这个是作为中国人能感觉到的意义。现在正在直播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远程压制，精确打击，远程火炮方队震撼而来。受阅的2型191远程厢式火箭炮，集战役打击、战术支援于一体，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。看完阅兵啦，阅兵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，现在我非常饿，超饿的，肚子开始咕咕叫。突然我很想吃寿司，日本菜。在我们的城市有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寿司餐厅，但是要预约，周末一般约不到，周末一般预约都会满的，很难约。所以今天我就看一看能不能约到吧，顺便教大家怎么用中文预约餐厅。喂，你好，是美寿司一和店，什么可以帮到你？喂，你好，现在可以预约吗？中午还是晚上？中午。中午要1点半了。1点半没问题，可以。几位呢？什么？几位呢？1位。好的，有关注公众号吗？有，我应该有。那您下单了，备注1点半1位了。好的，那你们几点会下班呢？我们2点10分视谱收工，2点半打烊。就是是够时间的吧？正常1点半是够了的呀。好，可以，谢谢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样就预约好了，在我们的城市有3个店，他们有3个店。然后呢，我们预约好以后就要点餐，
约的是下午1点半的。哦，有各式各样的寿司。这个是刺身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现在来带大家逛一下我们城市的博物馆。这边是出口，这个是入字啊，不是人，入跟人长得很像。这个是入口往前走，那我们就往前走吧。刚吃饱，而且现在是下午，天气热得不得了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选择还是去博物馆看一看吧。但是连我都没有来过，我没有来过自己城市的博物馆，真的是太丢脸了。这个博物馆它是免费的，而且不需要预约。它的好处是不需要预约，可以马上进去。但是下午4点半就要关门了，所以我们抓紧时间。哦，入口进来了，不仅不需要预约，还不需要身份证。工作日来就是好，非常的清静，没有什么人。虽然这边有点小，但是环境还是不错的。禁止吸烟，禁止就是你不能做什么事情，禁止吸烟。这个博物馆里面有空调，哇塞，好凉爽哦！一进来就看到这里有一幅到天花板的巨大的图片，这是一幅航海图，海洋上面的帆船，还挺壮观的呢。一块非常大的玻璃窗，外面种了一棵又高又瘦的树。这里有一幅地图，看这个像大象鼻子和头的这一块就是广东，然后呢，这个形状像小叶子一样的是台湾，这一部分都是靠海的，我们把它叫沿海地区，都是靠海的。这里说在宋朝，瓷器出口的地方就是分布在东南沿海这些城市。哇，这个好酷哦！你要出口瓷器，那就说明你得要有船，对不对？有船，所以沿海地区造船的技术是特别高的。哇，好多铜钱呀，不同时代的铜钱。哇，好大的金镯子呀！现在金价那么贵，这个应该值很多钱吧？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，华侨历史博物馆。
华侨，就是长时间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。这里呢，就是一些人物的介绍。原来以前那种华侨是有证明的，这是以前的那个护照。这个人去了墨西哥、斐济，哇，1938年，哇，193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去过在斐济了。这个是古巴，去古巴的。这个是秘鲁。这个呢是他们的美国身份证明。哇，很有意思。这里很有意思，它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皮箱。这个是澳大利亚华侨使用过的皮箱，这个呢是美国华侨使用过的皮箱，美国华侨、马来西亚华侨使用过的皮箱。他们把皮箱捐出来让我们看，那时候的中国人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箱子去到世界各地的，非常有年代感。但是看起来很重诶，就是这些箱子跟着他们漂洋过海的。但去到外国生活的华人、中国人，并不是都是那么幸福，有很大一部分他们是干着那种很苦的工作。这些就是他们工作时用到的一些工具。华侨到了国外做贸易，也是他们的一个生存手段吧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动画。哦，这个是结婚证书，以前的结婚证书。这里有一些他们在外国生活的照片。这个照相机很酷，以前拍的照片还挺好看的。以前用的眼镜好像跟我现在用的差不多。打字机，这个这么漂亮的是手提箱，是用木雕的手提箱，拿起来应该很重。为世界和平而战。今天刚好是9月3号，战争胜利80周年。这一天来看，哇，真的特别有感触。那个时候的房子既有自己的中国特色，但是呢又有西方的影响，所以就形成这样的风格。
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很漂亮哎。哦，那时候的日历是这样的，小小的一个，很可爱。以前用的那种机械钟，会发出声音的。哇，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到他们以前是怎么生活的，一些生活的痕迹，还有一些证据，一些照片，我就有一种感动。以前的那种饼干罐，放饼干的罐子，旗袍。出来啦！看完博物馆出来了，真的非常惊喜，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城市的博物馆这么好看，这么精彩，这么让我感动。这是9月的第一个 vlog，我希望以后拍更多内容给大家。那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